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五哥好，大家晚安。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另外，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那马上赶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你关心的预算，你关心这个预算会不会联动到大罢免时代来临？好，那预算一直到今天最后结束，好吧？那总预算案三读通过，删掉最后删了2075亿，冻结2600亿。那这所有数字，那到底删的是几趴？连蓝白阵营跟绿阵营之间，连删几趴，大家看法都不一样。有说3%的，有说30几%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对于那些固定不能删的，像人事啊，所有那些有没有摆进去也不一样。可是这所有删的一些过程，从前一阵子一直烧到现在，你觉得到底删的合不合理，或有没有乱删一通？而这整个会不会联动到所有大罢免？但不管怎么说了，现在看起来，一闪是就是三读通过了嘛？对，砍2075亿，蓝白就跟你说我不够砍了你们3%多，你们大家为什么要哇啦哇叫成这样？那当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那在嘉南地区发生一些地震，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而也有人把这个跟预算也拿出来做一个比对，因为包括气象局啦或什么这些，是不是本来也有可能会被删？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删的过程，你看到了什么现象？对，预算大地震哈，昨天嘉南也有一个不大的地震的，但是很有感，对，非常有感，因为6点多级啊，浅层地震啊，我已经接到简讯了，第一次接到简讯还觉得说，哎，没有摇啊。是不是骗人，或者是发错了？结果发现10秒之后，过一会儿就开始摇，真的有摇，所以它真的有预测功能啊！你争取这10秒的时间，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之后会摇多大嘛。这10秒到15秒的时间，就是你的救命时间嘛，我就马上躲到厕所里面去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预防的措施，而这笔预算的预算来自于哪里？速发部好，所以未来如果大家收不到简讯，速发部的预算被砍了，所以这个简讯是速发部发的，速发部发的，这个是速发部的预算。另外呢，救灾的内政部消防署预算也被砍了，还包含预测哦，本来要砍的交通部主管的中央气象局的所谓的预报的预算，因为我们的地震跟台风都是中央气象局在做预报预测的，这个预算本来要冻结100万，跟冻结减列200万。后来啊，赖士葆今天证实了，说本来要减，因为数目太小，这个我们抓大放小，但是台湾不够看啊，不够我减啊，所以我放过你啊。哎，不是因为它重不重要哦，而是因为它太小了，看不起你，所以把它减列。但是它重不重要？它当然重要啊！昨天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嘛，所以国民党这一次删减预算不只是数目，重点是项目，这些项目都是重要的项目，而他们全部都删减了，所有统计起来就是34%，不要再跟我讲3%。他们说3%多啊。当然不能这么算嘛，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砍嘛，因为人事就不能砍嘛，所以总共有1兆5600多亿元的这些钱是不能砍的，包含中央法定支出啊，跟地方地方型的补助，作为理由5000亿，加起来大概有2兆是不能砍的，所以你3兆减2兆，其实有1兆可以砍而已嘛，就砍了他们超过了2000亿，不就2成了吗？再加上冻结，你不要觉得冻结不重要。冻结，等一下我要来补充说明，冻结才麻烦呢。冻结要解列解冻，都要找这些立委，讲白一点叫找这些立委要饭啊。你们都说我们是要饭的嘛，找这些立委要饭完以后才能够解冻，这都影响到整体的行政支出嘛。所以总共删除加冻结的34%。根本就是有史以来最高。过去啊，你说好，不然只讲减所谓的删减的2000亿，过去大部分平均。不管是马英九时代、蔡英文时代，顶多200多亿，200多亿是一个合理的减的范围，大概都是减大概这个1兆里面的大概2%或3%左右嘛。但是你现在减的叫做20%嘛，20%一减下去，这整个面目全非，而且你减的东西都是重点的施政项目。我们选赖清德派了卓荣泰，就是要做一些新的政策嘛，不然我们投票干嘛？投票就是要让行政院有新的一些政策可以做。他们把这些新创的这些政策全部都砍掉，所以砍到重点了嘛。所以你包含你的数额，
包含程序，这最重要。我做过助理，很清楚。以前老板要砍我们都会先去找预算中心，而且我们一定先送到委员会先去审，委员会先瞧过一轮。为什么要先委员会？委员会官员才会来啊，官员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条笔预算的到底它的实质的道理嘛。所以实质的道理之后，委员会如果不通过了，刚才可以看到，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讲的，就是委员会砍得太少了，所以黄国昌出来说我要砍到你们有感，所以全部跳过委员会。到了朝野协商去送到朝野协商，甚至直接送到院会去砍嘛，所以才会有一堆荒谬的理由出来嘛。等一下，如果一善讲到这样的话，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在1月初的时候，1月初的时候，为什么黄国昌委员就是在过程当中会说筛预算一定会让你有感？果不其然，是真的很有感吗？来，让你看一下。第2轮的预算审查，我们呼吁韩国瑜院长及早启动。我们呼吁韩国瑜院长及早启动第2轮的预算审查，因为站在台湾民众党团的立场，目前各个委员会针对预算的审查删减的幅度，我们认为远远太过客气，远远太过客气。台湾民众党党团在第2轮预算的审查所提出来的预算提案，我在这边跟所有的国人保证，一定会让大家非常有感。这就是违背了黄国昌自己主张的委员会主义嘛，因为委员会才有讨论，才有所谓的跟行政部门一些互动的过程嘛。跳过委员会，他觉得委员会审的太客气了，我要删更多，结果谁冲谁国冲嘛，全部国民党跟着黄国昌一起往前冲了嘛，冲的结果就是理由乱七八糟嘛。因为你这些助理在写这些法案，我说真的，我也不会笑这些立委啦，立委不会去写这些预算的删除数啦，都是助理在写，助理没得抄啦，我的预算中心没得抄，我只好乱掰一些理由，乱掰什么理由？譬如说廖先祥的理由叫做买不到盐酥鸡，所以我要砍掉你的公宅预算嘛。那你自己呢？你的国有地盖豪宅，廖先祥你住的这个地方盖了豪宅，还占有国有地，是不是买得到盐酥鸡？也买不到啊。那你为什么要住这里？那我要讲的说，那是不是公报私仇？因为谁认定你的豪宅占有国有地？就是国土署，就是负责公宅预算的国土署，过去叫营建署，现在改名叫国土署，在负责的。所以你砍这条预算，叫不叫做公报私仇？过来再讲到黄国昌之前讲居住正义现在变成建商女婿为什么呢？你在冻结41亿的公宅预算也是国土署，而你是不是帮你的岳父在准备跟这些国土署的官员说，我岳父有什么奸案，所以你帮忙开一个大门？我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要用冻结？因为我们都知道冻结的目的绝对有猫腻，未来要解冻都要找你黄国昌，要跟你黄国昌来讨饭，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现在民众看不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过现在看起来，真的预算，真的让民众很有感吗？会删成这个样子吗？未来这跟所谓的大罢免联动又会是怎么样？刚刚在介绍来宾的时候，有为你先介绍，包括立法院荣誉顾问3Q哥陈柏惟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3Q哥。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博老师有立法院跑多少年？已经算在活化石算不出来多少年。第1届第89会期开始跑立法院，从白垩纪开始。第1届第89会期，万年国会的时候，万年国会。那这么多年在立法院看到所有的立法院运作，这一次的预算审查，你的感想是什么？来宾待会儿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你觉得这一次所有来宾你觉得这一次审查里面哪一个点让你觉得最有感？所谓的有感是包括最乱、最荒唐，或是你觉得最赞，或什么都可以，好不好？那我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知道，如果在我们现场所有的包括媒体人，包括民意代表自己来看这一次的预算审查，你觉得最荒唐的会是什么地方，或你觉得最赞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一峰，你自己觉得这一次的预算审查，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觉得最荒唐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最荒唐有几点了哈。第一个是报复性法案过多。好，报复性法案之间提案过程当中，他已经不管你是不是法定预算。譬如说陈时中的薪水，
人事费用为法定预算，那是不能删的。我跟你对抗，你赞成大罢免，你去南投辅选等等，那个报复性就针对砍掉你的薪水。对不起，这是法定预算，照砍。照砍。好，报复性的太多，你看还好他们之前撤案。你报复，你觉得绿人赚太多，你民进党政府给绿人赚太多，结果删掉的补助是我们要去买电器的补助。你报复他就算了，你把人命拖下水，所以他报复性的法案过多。然后第二个，删减预算的逻辑性冲突。冲突就包括我说你要删育能，结果找人民算账。你找人民算账。你这边通过警消条例提高替代役，你这边对警消人员下手。对现任的下手，跑去支持那种。退休的，在第一线工作者的福利跟装备什么你都不照顾，结果你要政府出钱去照顾这个退休的政府也不是没照顾，你要把那个金额提高。在第一线工作者的福利跟装备什么你都不照顾，结果你要政府出钱去照顾这个退休的政府也不是没照顾，你要把那个金额提高。你那个逻辑性的错乱，逻辑性的错乱。再比如说通案删减案，什么叫通案删减案？就是几乎各部会都有的案子，像水电费啦、委办费啦、一般业务费啦等等等等。但军事设备及设施，它只有特定部会的特定科目，最多就只有国防部跟海巡署。不然你到文化部给我找这一项科目，你到卫福部找给我看，没有。然后你为什么要摆在通案里面？它只有2个部会的特定项目，它不是所有部会的通案，你为什么要摆进去？你黄国昌是担心。我单独提一个案子到国防委员会要删预算，大家都觉得你要删国防预算，所以你偷偷摆在通案里面去吗？而且最有趣的是，你不是水电费要30吗？你的特别费不是要删80吗？结果2党协商，水电费变10%，然后特别费变60%，结果你要删的总额度不变，939亿，你总额度不变。然后最荒谬的是，如果你删这个有困难。你找其他科目删，那我请问你，那你要删这个的理由是正当的吗？如果删这个理由真的浮编，那你怎么会准许拿别其他的项目？你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通案都会有，通案他们大部分的决定就是所有的项目统删3%或统删6%，就结束了。没有什么这个10%那个20%，这个除外那个除外，这个有困难 A 或 B 怎么样他们统删3%就结束了，然后主计处就开始在算各部会3%是多少，然后算出一个数据，然后这一次是里面的项目到底我删了多少钱，我算出来的比例一定不是最后的939，但是我要补939，如果不足就补到939。好，939，请问你我该用什么科目删？请问一下黄国昌委员跟傅昆萁委员，你现在项目都是这一些，你的意思是我在这些项目之外再去找来删吗？这合理吗？这合理？这我从来在立法院通案删除，就是我定了一个6%以后，你们把所有的数字算出来是6%，算出来就是删这么多。不是说我项目全部列完了，告诉你不足的部分，你还是要给我删这么多。那不足的部分到底是找哪些科目来删呢？问号，这个预算就很奇怪，这我以往没有看过。一夫，请问一下，这次到底是白银带着蓝银在删，还是蓝银带着白银在删？也就是黄国昌，因为你刚刚看到嘛，黄国昌总召讲说，我一定让你有感，是这样的有感，还是傅昆萁总召讲的？那傅昆萁总召到这讲，对，拿破利比安娜，对啊。
我们就是删掉这些，而且他觉得他骂了一顿赖清德总统以后，然后就讲说他们是为了人民把关的这些，到底是蓝营带白银山还是白银带蓝银山？我觉得基本上通案这一个提出来的是黄国昌提出来的，后面两党协商，你看到的部分，第一个所有的要删的科目跟黄国昌的科目都一样，都一样，最终删939亿7500万，数字都一样。它唯一一个从14点变成13点，中间有一项就是主计处负责协调那一项，把它拿掉而已，拿掉而已。Okay. 拿掉以后，它让你各部会去可以用 B 取代 A，但它前面那个第13项是告诉你主计处去调整，他把这条拿掉以后，变成你各部会自己去决定。所以你注意看，几乎换汤不换药，只有修订了2个条款的比例，一个是水电费，一个是特别费，只有这2个比例不同。那换言之，跟黄国昌的提案相对来比是雷同的。国民党是跟着走的。然后这是审预算的乱象，你怎么可以提一个案子出去？表决完。消费者那个个别个资保护委员会的那个筹备会议会撸出去，全部都表决完，就等主席宣告完就完成2读了。主席宣告完成2读，你只能复议不能撤案。在那个中间，那这个是不是帮助那个诈欺犯？发现不对，撤案。那第170案啊，对，第170案，还有一个涉及民防的案子。我觉得这个乱到议事组自己出来面对，所谓一案不两理，一个案子前面通过了冻结，后面处理一个案子叫删减，同一个科目所有的提案一案不两理，你怎么会出现2个不同的表决结果？议事组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删减案抽掉以后不应该表决了，因为已经表决完成。那除了逻辑性，其实某种程度上报复性、逻辑性啊，还有一些混淆。我觉得我比较对黄国昌大家不要讲外行话，大家都当立委，我跑立法院30几年，看过省这么多预算，不是金额的问题，是科目的问题。张医生，你体重给我减3公斤，自己去给我跑步，跟我拿了一把刀从你鼻子、耳朵、手背刮掉3公斤，差别有多大？一样是3公斤，问题是那个科目，空中救难你也有意见，消防头盔你也有意见，凌晨地震改变他们的想法，气象局你也有意见，你什么这些都有意见，那你告诉我，救灾救难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安全，人民的财产，你也删？不，一夫刚讲的所有这些细目这些东西，小平，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刚刚讲好，包括你自己看到这次的预算，当民意代表嘛，你自己也是民意代表，这么资深了，你自己觉得呢？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讲他荒唐或有没有什么，你也可以说他赞。可是哪一点你觉得是最？你自己是民意代表，你都觉得这个样子是通吗？而且刚刚为什么要问说，到底是蓝营带着白银山，还是白银带着蓝银山？因为这会牵扯到，如果真的未来联动到大罢免的话，因为白银是没得罢的嘛，对，所以全部的账会不会都算在蓝营的身上？现在父皇体制看起来是中华民国历史有史以来最坚若磐石的一块，是吗？父皇体制的权力是真的比行政权还大就小平叔就是我很想撞墙还有一个大师叫物理大师牛顿也很想撞墙。牛顿为什么想撞墙？我等一下来讲为什么我想撞墙其实我们是比较偏右，然后我们就要往左边走的话，那偏偏我天上掉下礼物给国民党承接，明明我们这么右了，然后这个赖清德个性化还要往左走。我讲重要的内幕啦。在这个520的稿要给美国看的基本的大纲，然后美国跟老共也商量那个大纲是行的等等那也有密使来传达说什么呢？就是本来的谈好的就中美2大国认可的这个
就就职演讲稿，然后老共还觉得行，然后美国也觉得行，那当天飞机不绕台怎么样？这个密使做得很厉害，可后来现场脱稿演出变成全面那个军舰围台哈，所以他实在很轻易可以。我觉得可以连任，他一直往左边走，但是天上老天爷给赏国民党饭吃，是让我们有机会在意识形态上。那我们要往右走，我也没办法，对我只是每天人为言轻，在你节目讲，最多这样好。第二，又出了一个那个鹰派的反部以老柯为代表，他们斗成那样，我们竟然没有得利。请问这一次预算这样下来，我们国民党是不是扣分？你觉得是扣分？扣分，我觉得扣分。你也觉得扣分？那刚刚活化石也讲了。那跟着黄国昌的节奏走，黄国昌是谁啊？他只是一个立委，还不是选票选出来，还是区域，然后绑了7个同党的，为了要过半，天下道理都可以牺牲，就是变62嘛，就是52加52加2再加8，那让一切这个节奏由他主导。我没有看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支点叫黄国昌。什么叫支点？最小的力做最大的功，对不对？千斤顶把那车顶起来。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一个地球。对。黄国昌这个支点比汽车还重比汽车还大没有，所以牛顿也撞墙了，好不好？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就国民党就为了要配合他嘛，每个立委都有他的独特的地方性，对吧？区域立委那一定替地方争取预算，每个都很大了，我讲了。那既然他们怎么都消失不见了？这就是今天尝到恶果的结果。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接下来又碰到总统那个主席选举8月。那是不是那老柯又弄大罢免，然后那我们本来期待的叫做赖韩会，那一个去了美国去川普的就职，那一个未定之天不知道。现在如果老柯想的话，就是赖清德想做的事，那我跟你讲，那老天爷会惩罚台湾。就是赖清德想做的事，那我跟你讲，那老天爷会惩罚台湾。我跟你讲，老共的倒行逆施把香港1国2制变成1国1制，成就了新加坡的金融。然后今天南韩的政争，南韩的尹锡悦乱搞什么戒严，那是给台湾机会。我们蓝绿两党这样干，对台湾好吗？我觉得不好别人给你机会你也抵消掉了。这我们看更高的层次，看这样的概念嘛。所以谁能解这个事情啦？我觉得才是真正解决台湾危机的最大的这关键之所在。Thank you。今天讲的主要的几个议题都跟你有关系你当过立委吗？对，确实。所以预算你也知道，你也审过。那你自己在当时你审预算的时候，跟现在你看到他们审预算，你觉得整个过程最荒唐、最离谱的是哪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罢免你也有经验嘛？对，被罢免了你也有经验。双向的。对。所以有人讲说，这一次因为整个火，如果要严格说从哪个点开始，我想可能跟陈玉珍委员包括公示人的23亿，然后一路野火燎原下来，那真的会变成大罢免的火，会因为这一次蓝白整个预算的这样删，或是过程当中有些人觉得荒唐性，然后就整个野火燎原成这个样吗？会不会？一定会啦，一定会。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个有智慧的群体，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经过民主这么多年，我们一定会进步。那你看一个壮年人，好，中年人，像我们在座的各位30岁到50岁，我们负担起全家的，他60，活化石，我们负担起全家的这个薪水支出、收入支出，我们要担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工作，然后去计算，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人越来越老之后，他会退化，然后行动不便，然后智商降低。我看立法院上一届跟这一届，就叫做智能不足、退化严重。因为他已经不讲道理了，他看起来像个失心疯的群体。整个预算编列的过程不讲道理了。过去我们都会讲说，我们每个月多少钱要干嘛，多少钱要干嘛，然后我们可以存多少钱啊，可以退休金准备干嘛？这是一个正常中小这个中产阶级该做的事情。立法院今天不跟你搞这个了。假设我们过年有奖金、有红包、年终，那我会留下来给自己一些鼓励。
我们可能会添购一些家具，我们会扩大消费，目的是换来更好的生活或投资。所以，当政府赚钱的时候，理论上加大投资台湾社会一定是划算的事情。可是他们却说我们的预算比以前膨胀，所以要删一大堆，删到史上最高。然后再来讲说，过去的总预算只有1亿8、2亿，现在又用到1兆8、2兆，现在弄到2兆8，所以这样子是给台湾社会优惠，不是 GDP 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还不跟你考虑通膨的过程，所以实质投资上他们在删这个是毫无道理可言。再来呢，整个提案的过程啊，我当然可以讲道理，可是我觉得这些已经是这个飞禽走兽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你觉得最荒唐的是什么？最荒唐的。我认为整个东西看起来叫智能，真的是叫智能不足了。那从头到尾我认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已经不是针对哪一个议题展现哪一个立场，因为通常我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要证明我们的立场。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会说右派的这个政策不好，这个叫锁国。我如果是右派，我会说，我们不够关心社会，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强加压力在某一个单位身上，这个是政治的论述。他们的提案说明，你去仔细看这一次的提案说明，几乎不是在跟你讲道理，他们都在骂民进党。他们把提案预算这个应该跟全民报告的事情拿来当新闻写作，几乎全部都是这样子。一下子讲什么蛋呐，那因为以前蛋有弊案，那所以现在怎么样？蛋的事情多荒谬！黄国昌自己连单位都算错。日本一箱装几盒，台湾一箱装几盒，他拿日本的箱来对台湾的，他自己都搞错嘛。可是他就不管电价，因为怎么样，所以补贴删掉。他的提案说明已经不是对全民交代了，他的提案说明是讲给自己支持者听的，所以我们看了一定会很荒谬，是他们有对照的说法，他们利用立法委员们利用他们的言论自由，把提案说明应该对全社会交代的东西拿来干嘛？做政治攻击。接下来动删内容全无标准，没有比例原则啊？为什么这个30，那个60，那个70？你讲个道理嘛？没有道理。反正我就开心写30，写70，我家的事。文不对题严重。他明明要打诈，结果他冻结删除打诈的预算。他明明要关心铁道安全，但是他把铁路局、把交通部的钱拿掉，文不对题。统删业务费居心叵测啦，这个刚刚这个活化石有讲过了，程序也无正义嘛。边表决边送文件，最荒谬几个画面。那个蔡依宇说，蔡依宇也有来这个节目嘛？王宏伟。你资料你可以来边那表决，在那边弄嘛。王伟就说要表决就会拿给你看的啦。那你知道那个王美惠就跳出来，也是嘉义的立委说你资料没有拿来，我要怎么表决啦？然后最扯的就是这场闹剧结束之后，张启成说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第25案。没有人知道在表决什么。没有人知道在表决什么。表完之后要发下去了，发现数字不对，再收回来，再改。他们说拿到那个提案的时候只是热的，这个热的不是待会要表决的，是上一案表决的，这个程序已经进入疯狂了。还有一案，10点52分，江启臣说，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第170案，表决时间1分钟，计时开始。53分大家投完了嘛？国民党投绿，他同意啊，民进党这边不同意，投完了。然后53分表决结束，同意多少人，反对多少人。然后王伟又跑到江启臣旁边咬耳朵，叭讲话。然后江启臣说，在10点54分的时候宣布，国民党撤回170案，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讨论第171案有没有异议？复活1.2亿，他那个就是我们这一阵子在讨论的那个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业务，他们先提案要废，然后自己也同意了，副院长也宣布表决了，在1分钟之后，自己再跑去跟副院长讲说，这一案我来不及撤了，我们表决完了，我们再把它撤掉。这个是恶毒的撤案，这好像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恶毒撤案。我跟你讲因为还没有宣告，所以还没有宣告，等于他是恶毒程序中。如果宣告就没救了。太新了，这太标新立异了，这个我真的就刚好抓那个空间点，那个空间点。所以我最后讲了，这对我来讲文明跟野蛮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能不能有契约精神，能不能白纸黑字？白纸黑字上面写的东西有没有道理？你的定价是否跟我实际上消费的费用一样？国民党这样子做有些人会讲说，那我们应该一开始提多一点给他们删，那这样子我们就反而退化了，走回野蛮的社会了。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就事论事。我们讲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不是这1-20年
很常听到吗？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车祸也有比例原则，电影票房也有比例原则。这一次的修法预算提案完全没有比例原则啊！你到底为什么38、68、78到今天蓝白没有人可以出来解释啊？没有人可以出来解释。那我怎么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具体要怎么修正？甚至是很多的提案啊，还记不记得外交部的那一个4亿的洪都拉斯白虾？我就问一件事情：外交部拿到那个提案，他要做什么事？他是要跑去跟洪都拉斯复交吗？那洪都拉斯如果不跟我们复交的话，4亿就被删了吗？因为我行政院提出来，一定是我觉得这今年度最好的版本，今年所有我的科技人员材料费用可以得到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预算提案，请你给我钱，我去完成这些事嘛。那你立法委员把它删掉，说没有，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我一定有比你更好的想法，老百姓有更大的需求，所以立法委员写预算提案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说你要怎么做嘛，你要怎么修正啊？结果外交部拿到那个4亿提案说啊，我是要跟他建交吗？不对，我应该误会，还是我要买虾子？所以最后呢，外交部就拿了4亿去买洪都拉斯的白虾，不是嘛？你这个提案都跟我瞎搞嘛？不是，你把它那个前后遮掉，改成那个简体版，你会认为这是人大中国的提案。好，所以这个廖先祥，你知道廖先祥其实本来完全不在，几乎不在讨论名单里面。那个罢免团体有人问我，因为我外号叫 Slogan King， 我现在的最新的真的最新的 slogan 叫做 OK， 我会去罢免，因为怎么样士气论，国民党就是要打击绿营支持的士气，所以他不管怎么羞辱你，感到难过、委屈、挫折、悲伤、愤怒，你就走出去。我看懂了。玉珍，你提案人我会罢免你。廖先祥，我知道，好，我会罢免你。因为他要打击你，不能。所以廖先祥本来根本不在名单里啊。那他们团队还把问我说，廖先祥的名字很难想，谐音很难想，不知道怎么弄。你想要什么？见面现在有虾子就叫虾味鲜了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又说什么又说我们家没有盐酥鸡，什么社宅买不到盐酥鸡，结果他们家走路去买盐酥鸡要1个小时28分，他们家都应该要拆掉。所以呢，你看又有虾又有鸡，又是靠霸主要被罢免，这个就叫虾记霸乱讲。这个是不是很难上字幕？我把字幕上好就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廖先祥在过年的时候，戏子7星共寮瑞芳这些地方就开始会谣传一句话，然后我们过年要祝贺嘛，恭喜发财，罢免拿来嘛，大家就开始改歌改词嘛，春满前哭福满堂，戏子罢免廖先祥就弄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搞的啊。你如果认真写提案，今天哪有这些问题？廖先祥从过去只是一个地区的立委搞到现在，全国都对他很火，整个外交部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蓝白一方面在美国说，川普就职典礼我们外交人员100分不够，要打2000分，回来删他4亿。你叫外交部的同仁，以前呢我们都讲什么军事国防啊、退辅这些的，可能会意识形态比较偏蓝。这8年9年，全部都把这些人推给民进党，没关系，你们就继续这样子做，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国民党到底有什么长期的利益。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短视尽力，他们觉得2028没有选举，他们觉得土皇帝捞一笔可以做一辈子。除了这些很极端的说法之外，我看不到国民党长远的未来。可是阿苗，这整件事情我跟你讲，会野火燎原被讨论，大幅讨论，可能是因为陈真委员跟包括文化团体、艺文团体、影视团体，然后直接对呛的那一块，阿苗尝试好不好？要从第一手。背到最后一首。对，这个背唐诗一定背书陈玉珍委员因为他唐诗300首，念完了。OK， 对，他的记忆力都拿去背这些了。可是没有，这所有这件事情哈，还是一样，你也要回答一个你觉得最荒唐的是哪一块？可是这整个里面，难道就因为那个野火燎原，而这所有的里面，刚才三哥讲，有很多人根本就本来也不在大家觉得罢免或什么，而且再严格一点讲。其实，在这一次从这次选罢法再被提出来，或什么这些或是限速法，根本没有什么人在讨论罢免的。但现在看起来，搞不好这个过年，就像三哥他们讲的，过年搞不好还摆摊，就给你摆罢免的摊，会变成这个样。那烧成这个样，谁之过？我觉得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最看不下去的就是这113位立委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是最离谱的。我觉得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最看不下去的就是这113位立委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是最离谱的。你说过往的一些政治攻防啊，我提案删你台北市的双城论坛的预算啊，删掉这个
市长的毕业纪念册，我们都知道自己提案在干嘛。好，那为什么支持，为什么反对，我们很清楚。可是刚刚前面大家盘点啦，都已经过了国民党的案子，国民党跑出来说，我要撤案，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单位啊，这个预算3到变成负的。预算最多3到0元嘛，但是好几个提案起来，都要过，就变成负的，不止一个，最可怕的还不止一个，陈玉珍也有，罗志强也有，好几个。那我想说3到负的什么意思？公务员要自掏腰包把钱还给国家吗？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还得要什么？还得要吴秉叡跑上主席台跟江启臣在那边算数学，一个一个在那边讲，这都有画面调出来啊！我看到简直这个跌破眼镜啊！刚才上公讲议事人员。我讲议事人员主席这个，我看了也是被他们这个暗海战术弄到都懵了啦，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啦。还有包括刚才这个义山哥跟我讲，下午我们录影的时候最新消息，进入审查机密预算的时候，叶元之立委还继续在直播，然后还要江启臣提醒他说，现在机密预算。他才关掉开直播啊！这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嫌自己仇恨值不够高了。我替反动的选民跟各位道歉。那立委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表什么案子？到底知不知道你举手说我要删这个删那个？到底进入机密预算以后，立法院所有直播的电视全部是黑幕。对啊，全部是黑幕。手机不是要交出去啊？就是立委不会叫他交出去，忘记叫大家交出来，结果叶元之你就大拉拉，真的就是开直播，你自己不知道吗？他忘记停下来了，你知道，他根本也没有在 follow 这个会议在干嘛，他没有在关注会议动态，他说那就由这些人来处理我们国家大事哦，所以难怪嘛，不分青红皂白通杀，然后说这个反对大内宣，所以政府宣导费全删，结果你连罗一军疾管署的防疫宣导费你也删，这在干什么？对不对？反对官员出国，这个可能有吃喝玩乐之嫌，所以出国旅费统删到什么？国防部的出国旅费你也删，体育署的出国旅费你也删。你说删不多啊，删15%而已啊。15%的意思就是本来可以去7个人，现在只能去6个人。那你告诉我。国防部的出国旅费、教育训练费，你统删15%，还规定不得留用的时候，那我们要去跟我们的友盟做军事交流，怎么办？没答案呢，这题没答案呢，因为你还给他写不得留用，其他地方截长补短都不行，所以一边喊支持体育支持国防然后一面砍掉这些东西，你们这些立委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所以刚才武哥问说，这个所谓大罢免的火为什么会越烧越旺？因为很简单，在台湾当然民众有蓝有绿啦，各自不同立场。可是我想，超越蓝绿都不能忍受了，叫做蠢跟混。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我管你是蓝是绿，你只要蠢又混，你就下来，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们现在立法院展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过去这个黄国昌立委一直猛烈批评柯建铭。他说以前立法院都是王柯体制，靠王金平跟柯建铭2个人瞧一瞧决定所有国家大事，他反对现在大家突然发现什么？大家突然发现，原来黄国昌跟傅昆萁不是反对独裁，他们只反对由柯建铭独裁，而现在换他们2个父黄体制，他们不反对独裁了，因为现在的立法院就是父黄2人决定一切啊。江启臣他变成什么？他变成一个负责宣读提案的机器人嘛？宣读到预算都3成负的，他不知道。江启臣以前大家还说他是国防外交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委员，虽然是蓝营，没有，人家说啦他的形象嘛。可是他现在在主席台上现行啊，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主持什么东西啊。那你看现在他们主打说什么关心教文关心妇幼，这边一张提案表直接给所有人看破啊。我这个稍微讲细一点，因为预算就是这样，学前及国民教育署，这国教署跟学前教育，就是你孩子从上幼稚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这个单位的业务。那这个单位的业务呢，蓝提一个什么案子这个是林思明不是林公瓜啦。很多网友在问说这个是谁，怎么每个案都有他？是林思明，新竹林思明他说国教署预算业务费要动。本来是提案动70%本来提案动70%后来被骂怕了，改成动30%。
另外一个啊，民众党的提案啊，黄珊珊啊，他厉害了，同样一个单位，同样一笔预算，他提案动28%啊，这2个案都没撤，通通拿来表的时候啊，反正大家就是看嘛，黄国昌跟傅昆萁举什么牌就表什么。你看按照原案多恐怖，国教署蓝营动70%，然后呢这个白营动28%，加起来不是动98%，那怎么做业务？后来蓝改30，加起来动了快60%啊！大家知道这笔钱是什么钱吗？这一笔业务费哦，你不要以为是什么拿去吃喝玩乐，没那么好。国教署啊，最重要的业务办会考，办会考。那现在被蓝白联手把60%冻结下来，会考5月就要准备要办了。怎么办？今年的经费怎么云啊？很简单啊，蓝白都说我出题，你去卓荣泰解题，你的会考经费啊被冻60%了，你去解题，看你怎么办会考，办不好说你卓荣泰无能，还是办得好就说你看我删得好啊，我弄了冻60%，你还是可以办啊，对不对？那以像这样子的弄法的话，我觉得有社会经验的民众是看得懂，不管你的颜色是蓝是绿，但是很少人会觉得说我愿意纵放这一种又蠢又混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乱搞嘛？那你说父皇体制54席再加上8席固若金汤，现在2个人联手已经取代了以前的王金平跟柯建铭。王金平跟柯建铭至少还一个蓝一个绿还会协商，父皇体制一个大蓝一个小蓝，完全全部都是蓝的意见，那也难怪啦，人家会说他们就是大罢免的最佳助攻手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亮君，好，你自己觉得过程当中最荒谬是哪一段？还有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行政院长不会对立法院说重话，因为立法院要监督行政院嘛，你对他说重话，对你的未来没好处嘛，他要整你要定你太容易了。但这次卓荣泰院长说了重话，甚或讲到什么老共会最开心，然后中华民国毁灭的第一步，为什么要讲到这么重？你们真的觉得像这样的预算删到最后会动摇国本的吗？我先讲，我刚问大家的就是说这整个闹剧从去年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预算审查，我觉得最离谱的，真的还是这个所谓的边审查的时候，他边撤案边修正，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大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表决什么，在讲什么。来，又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这个呢，也是国民党提的那这提的案子里面写什么呢？他是要这个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那你可以看到说，他这边写中部科学园区，好，那他这个提案是中部科学园区，但是你来看这个第351案同样的。这个它是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结果你看到案由的部分还是中部，它复制贴上，你知道吗？它复制贴上，所以你知道这个立法品质有多糟糕？我们在议会里面审查预算，第一个是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删。为何而删？就是你有什么依据嘛？那依据通常我们是看去年度的执行率，看前年度的决算，就是说看你执行的状况怎么样。那如果呢，你去年执行率只有95%、95%，那我今年就删你5%嘛，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其实是有根据、有依据的。那如果他的预算增加，他就会讲，他这个可能行政单位就会讲说不好意思，因为呢过去我们执行率是110%，所以我们这一次增加了10%的预算，那恳请各位委员支持。那这个都是有依据的就是政府它不会乱编，那你立委要删的时候，你也不能乱删啊。但是你看，在这一次立法院审查的过程当中，审查完全没有依据、没有凭据、没有道理、没有逻辑，然后跟他要解决的事情完全没有所谓的你说手段跟目标我们都说讲求这中间要有连结性跟正当性，完全文不对题嘛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真的忍不下去啊。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中选会的部分这个还不只是这样，现在大家讲的是联署数格式而已，但是呢，他还冻结中选会的70%的预算，也就是未来中选会如果收到案子了，他收到罢免案成案了。他可能没钱，他没办法举办这个投票嘛，因为你印制这些选票，或者是你要这个发这些选务人员不管是这个车马费然后便当什么，可能都没钱，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办。所以你说这个整个瘫痪政府机关，这到底有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嘛。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最近一直关心的这个国防议题，那国防议题里面，他浅见国造，他直接
冻结10亿。然后呢，国民党现在出来讲的是说啊，我们就冻结而已啦哈，那你只要符合条件之后，我们就解冻了。他们现在全部都这样讲，他们现在冻结1500亿，全部都这样子讲，都讲说啊，这个政府单位你来跟我说明就好，就解冻了，不是给你删除。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假议题啦，就是说他。如果要解冻的话，要什么？要经过院会同意。院会是什么？院会一样。这是过去不这过去不对，因为过去都是委员会没错决定完以后，院会报告案，报告无异议就过了。对。他这一次全部是改在要到院会报告。换言之，院会那2600亿的冻结案，院会还要再审一次。换言之，院会那2600亿的冻结案，院会还要再审一次。对，所以这之前大家如果还记得，有委员曾经讲说这个委员会中心主义什么，现在没有了，全部反正进院会，因为院会里面他们人最多哦，所以因为你在有的委员会里面可能绿的比较多等等，所以他全部进到院会里面去做讨论。委员会是绿的多。对啦，我就说有时候他们在各委员会都多。对，他们有一个啦，没有。但是你是扣除了韩国瑜跟江启臣不出席的原因啊。对，就是你如果现场表决的话，票数可能就绿的会比较多。对，所以我才说他全部进到院会里面啊，蓝白他人数多去说能不能解冻，我觉得这实际上还是不可能吧。所以它实质上很有可能就会形成实质的预算删除。所以你说整个过程里面最荒谬的这些，那你看接下来其实真的在昨天。边直播这些审查过程，真的我听到这些地方的罢免团体说，昨天的联署书收的非常多，是大丰收哦。因为大家越看越生气，而且我还有听到很多其实是蓝营的支持者看了也很火大，因为就会觉得说蓝营的支持者就是也是长辈啦哈，然后就看到说啊，我们的立法院为什么这些委员他们要删预算都没个道理，没个标准。然后感觉很像菜市场，在划给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决定站出来罢免。所以现在的这个氛围啊，不是说好像只有绿营的这个支持者在生气，而是全部的民众都会觉得说，现在的立法院到底在搞什么？可是现在如果真的往下这样走的话，3个我先问一下，现在你自己所听到，民党现在要用所谓的大罢免嘛，就是管你现在35个、37个全面罢。还是不管9宫格啦，还是什么精准罢，那罢完的目的是要翻转国会的席次嘛？如果要翻转国会席次，等于一来一往之间，民进党要增加6席才有可能变57嘛，那才有可能过半嘛，办得到这个吗？问我就对了，因为你最有经验嘛。不对，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不是民进党的。那我一定要思考说，我现在能做什么最好嘛？那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民进党的。他们有些人会因为一些意见领袖在讲说啊，谁为什么不出来？我们去骂谁？你为什么态度不硬啊？那谁为什么不讲话？啊，不是啊，他们也不归你管啊。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要思考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最好嘛？啊，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这件目的是我们要罢免的目的是什么？是立法院失能、失序、失控嘛？而且他耳朵闭起来不听我们讲话嘛？以前啊。我们还可以打电话去国民党的立委说，你们删这个案子好吗？好，过去不管是同婚啊、年改啊等等的，老百姓的民意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对2016年开始14太阳花之后，16年立委办公室以前说从来也不接什么电话，接都自己人啊。那后来听到社会上有不同声音，甚至很多年轻人会打到国民党立委那边去，他们觉得是警惕啊。可是到2024现在开始耳朵又闭起来了，电话接起来就说你是绿的，或者是看到网络上有谁出来发言，陈玉珍就说绿营侧翼，导演都绿的，连王小碧都变绿的，的规也都绿的，切美啊，都不多，所以他不听民意了。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老百姓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罢免啊。他们做这些事情要不要负法律责任？不用，他们是政治人物，他那边立法委员怎么会有法律责任？那他有什么责任？有政治责任。政治责任如何实现？就是人民的罢免来实现嘛，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我们不能幻想立法院的民进党打赢国民党，人数、体型、年龄的优势不在。你想象行政院能打赢立法院没有？那个叫互相制衡。如果行政院打赢立法院，那未来
蓝绿对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对行政院做这个钳制？那你说谁还能够打赢立法院？不是，就是老百姓，不是吗？关键要改变国会的钥匙就在你我手上啊。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所谓的大罢免时代，也不管你要用哪一种名词，你要追随哪一样的意见领袖，其实民主最重要的，其孔子都讲过，在《论语》里面，民主最重要的就是影响你身边的人。它具体有5个方法，叫做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喻之以弊，诱之以利，拒之以害。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团体生活圈，你可以影响你身边的人嘛。像你要动之以情的，你就像我，看我最会勒索。你如果要很生气、很愤怒，你就中了国民党的意了嘛。他现在就是要打击你们的士气，所以你就笑笑的、很轻松的。好的，你说的我都听到，我会去罢免你。你要说之以理的，就看苗博雅的节目，他具体巨细靡遗的整理，他还不是立委呢，他巨细靡遗整理立法院那些荒腔走板的预算。有条有理的跟你讲，这些会影响到你的什么家电补助、住宅补贴、生儿育女，或者是长辈的补助，你可以说之以理，在 public media 就是公开的平台跟人家辩论。你当然也可以喻之以弊，这可能是行政院的事情。说你这样子弄的话，我们有些东西发不出去。你当然可以诱之以利，就是立法院说过去这样同样的预算，我们做了什么更好的事情，但国民党怎么样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长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去拉票。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被改变，你不希望立法院走回野蛮的时代，你不希望立法院退化的那么快，你关心台湾国家社会，你认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那除了你自己要出来行动以缓解自己的焦虑之外，你要影响更多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台钢雄鹰的总教练叫洪一中，洪一中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那个国会3预算怎么样？他说这个很傻也很笨我们才刚拿12强这个时候帮我们锦上添花的人，我们都不会去批评他们，或者是会有调票的行为。你们在这个时候来3棒球的预算，到底是装了什么东西？所以你说洪一中一定有什么颜色吗？我不认为他的态度很明显是站在哪一个立场的。但是他讲这句话有没有影响力？一定有啊。那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不像以前戒严时代的时候在那边唯唯诺诺，不好意思得罪人？他讲这句话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谁伤害棒球，我们就伤害他们嘛。那现在蓝白要这样子干，接下来就会有每个人都有啊。你生小孩的、生儿育女的也会有你的责任啊。你过去这个长辈的照顾的，你有领到的，甚至很多你知道。这4年来，雨后春笋一个东西叫做长照据点，那些不是政府的那些是老百姓看到说政府有补助不了，我来亏一间啊。连我坦白讲，连严家他们都有相关的企业然后你这些都抽银根的话，这些不是要等着倒，对不对？那你政府不补助了，我老百姓以前政府有补助，所以我请个人来照顾我爸爸。我现在因为没有补助了我爸爸其实也是还可以行动我就不需要请。那这样子最后伤害的是谁？是这些所有的从业人员啊。你现在不站出来，就会直接影响到你们的生计了。那你们就应该要出来表达意见，这才是民主的真谛。不过现在看起来，医生已经打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因为蓝绿两大阵营现在每个人好像都已经直接点名对方几个人。可是你觉得决战最重要的决战点会在哪一个地区？决战点，我觉得有时候打蛇，我今年蛇年不能讲打蛇，抓蛇要抓7寸为什么呢？要抓就抓傅崐萁，因为你罢不了黄国昌傅崐萁在花莲，不要觉得傅崐萁不好罢。傅崐萁他在花莲，在联署好像1、2万份2阶段就会过。那投票的话，只要5万多票就会过。民进党在那一区是可以拿到立委选票是5万多票。他刚刚可以打说，那我用所谓的热战，一定热战，我就是反罢对嘛？我要讲的是，你热战，你真的觉得说你全部的国民党可以吃得下来吗？这我认为国民党很笨的地方。傅崐萁，你到最后不要被黄国昌干掉。你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跟着黄国昌走，因为他们对白银8席都没得罢嘛？对，最可能挑战，我说蓝白啦，当然民进党一定会推派自己人。假设我们2阶段过的时候，民进党一定会推自己人，但是蓝白会推谁？有可能就是这个张俊反副大将你说花莲的反副大将，这张俊。是跟谁结合的？就是跟民众党结合啊。现在黄国昌跟蔡壁如不在选党主席。上个礼拜，蔡壁如你有没有去找张俊？为什么？他们都有党员票包含那个傅崐萁跟张俊可能都有民众党的党员票所以这些人跟民众党其实花莲国民党张俊是其中之一，
花莲对于富士王场已经不满很久了，就你老婆跟老公嘛，一个做县长，一个做立委嘛，然后下一届可能就是换过来嘛。那这样子，我下面选议员的当议员，我就永远浮不上台面嘛。包含国民党很多的新生代的议员，他也会觉得不爽啊。为什么都是你们两个换来换去？那你至少让出立委或让出县市长，让国民党的新生代可以往上爬嘛。因为那一区说真的，民进党是很弱的，是比较所谓的深蓝选区的。但是如果国民党的分裂呢，抓不下来吗？我觉得可以打一个大问号，会不会导致国民党因为内部的分裂？反而是积极的出来罢免傅昆萁之后，有可能还是国民党拿去，但是已经不一样的人了。这才是罢免。其实为什么说不要说叶元之最喜欢说罢免是民进党发动？林国春绝对反对删除警消的预算啊！每一个选区的立委，每一个立委的背景，他应该站出来反对你删除我的预算才对啊！但是国民党这一次为什么都没有这些人去反对说关乎我利益预算的事情？全部都被黄国昌带着走啊！刚才那个录影带就很清楚啊。委员会审查为什么是很重要？第一个要跟行政部门沟通嘛，第二个利益团体就会来游说了嘛。你不要来删我的预算嘛，那你为了您这紧嘛，我这里这块，比如林国春啊，我做立委的时候，警消就跟我来说情啊，那我就不砍你的预算嘛。所以我为什么要尊重每一个立法委员他在委员会里面的决议？因为他才是关乎这个委员会利益的人嘛，每一个人利益都不同嘛，不然你110多人全部无差别攻击，是要怎么样审，是要怎么样协商，完全不可能协商啊！这也是凸显这次预算审查蓝白之间它最大的问题，他们不认为总预算叫做每一个人的纳税钱，他们认为总预算叫民进党政府的钱。而我要把民进党政府的钱变成我蓝白国会的钱，这才是他们目的。为什么冻结2000多亿？你们以后都要找我来瞧啊！所以心态最重要，心态从哪一个人身上可以展现出来，就是陈玉珍。要饭说丢掉要饭的碗，不是骂你们要饭的啦，是你们要来找我要饭啊！这才是陈玉珍要告诉全体民众的。但是大家吞得下去吗？我都觉得国民党本来把一手好棋打烂掉了。如果在委员会审查，他们真的抓出行政院真的腐烂编列的，一定有，绝对有。他们精准打击这些腐烂编列的，他们本来可以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结果你们无差别攻击的情况下，现在谁会管说哪一个条才是真正腐烂编列吗？没有。全部都变成是你们腐烂乱砍预算的结果，所以变成是整个国民党，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被黄国昌带着走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就是你们真的要变成小蓝吗？民众党只有7%，你们真的只是要争取那7%，然后你们觉得蓝白合就可以执政吗？你们的算计也不太简单了。多少次从国会运作以来，已经有多少次的民调？蓝白的支持率加起来是小于绿营的，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执政包袱应该是民进党去背负啊，应该民进党会有一些执政包袱啊，因为大家都没看到了，大家都看到蓝白你在国会里面乱搞的结果嘛，结果你们不但不可能因为蓝白合而成为执政党。你们可能因为蓝白合，因为你要去吃掉白银的那7%，结果你被白银带着走的结果，导致全面的罢免。我直接讲了，很多选区，我都直接讲，费鸿泰一定看不惯现在徐小新在国会的作为。费鸿泰会计出身的，他一定知道预算应该怎么编列，绝对不会任由黄国昌这样乱搞。那我那一区说真的，信义区民进党要赢很难啊。罢免徐小新，让费鸿泰继续做，不是吗？很多的选民的心情是这样子哦，不是说要让你民进党过半哦，是我就是要教训这一批今年表现不好的立委，今年乱搞的立委，我就一个一个罢下来。即使那个选区非常蓝，包含陈玉珍，也有人提出罢免啊。金门呢，6%5的选票够强吧？28000票。金门人、台湾人对你很好，你28000票就可以选上1席立委。你不要来管我们台湾人的事啊！我们对你的福利，你说我们是要饭的，结果金门是不是要靠中央补助？也一堆是中央补助啊！结果你这种态度，
金门都有人发起罢免哦，新北、台北很多的金门人发起罢免。我直接讲，陈玉珍，你不要觉得你稳的啦，你跟县长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陈福海会不会发动罢免你，换成我的人来做，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些的结果都会导致大罢免时代的发生，而不要去精算所谓的精准打击，因为罢免是民怨。罢免的发现是民怨，罢免下来之后，两党再去竞争，有可能是国民党上去，也有可能是民进党上去，最后再来盘整。但是整个国会乱象的结构，可能因为罢免就改变了。小平，是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要是白银在主导这一切，因为他们都没得罢嘛，所以火就会烧到国民党的。对，就算国民党里面好，譬如说陈玉珍委员，虽然刚才易善也讲，金门是不是也有人要发起罢免？可是他毕竟是相对强很多的一块嘛，来强非常多，强非常多嘛。那你说巧芯那一块基本上也算是强的嘛，傅昆萁这一块也算是强的嘛。但是总有国民党那不强的，或者萨卡都的，或者只赢一点点的，对，那最直接的就岳人之这些，所以这些火最起码就会烧到这些人嘛。那对这些人来讲，会不会觉得说，哎，不是大哥，你们大家要不要想一下，想一下我们这些，我们不像你们那地方这么稳，但没有办法，一个风头浪尖一过来，不是全部都打下去啊？形势变很快啊，其实对蓝绿白大家都不满意。像以前如果郑采梅做总统的支持度的话，如果表态率80几，大概中间选民不到10%，就3个总统加起来。现在做政党因为现在没有选举，候选人没有出来，做3个党加起来，常常超过40%是不表态的。现在做政党因为现在没有选举，候选人没有出来，做3个党加起来，常常超过40%是不表态的。就3个党加起来也只有60左右，所以变成有史以来形势变到有史以来变成中间选民那么快。你看从1年前表态率10%，中间选民10%，现在有40%。那换句话说就是选民都不满意，无感。我跟你讲，所有的做民调，你这样做民调，我觉得丁廷宇那时候做那个赵少康跟陈水扁他们黄大洲的民调，你知道通通抓起来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你来我一个人给你3000块，那叫焦点团体，就是那个镜子就他们赵少康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他们看不到赵少康、丁廷宇的脸，那就一直挑逗他，一直问，丁廷宇会一直问嘛，问到说啊，全民建设乱不乱啊，国家乱不乱，什么很乱什么，那。通通抓起来好不好？好，里面在鼓掌所以他定调就是通通抓起来。赵少康有一个 slogan 同样的，现在做民调是一件事如果谈门道的话，你要把那40%中间不表态中间选民把他抓来深度访谈，要了解他的想法，这民调才是真的。这第一个，好的，第一件事。第二，这个老柯会不会去勾引赖清德？怎么勾引？就是51席变57席。我觉得。赖清德会心动，然后那2个结合在一起，那就好。就假设回到全面罢免的大罢免时代的时候呢，然后民调发大财，罢免几10个区，一个区做5个民调，200份民调是多少钱呢？第三然后本党的困境是什么？他们有他们的困境，他们鹰派的反扑等等。那我们的困境是9·2共识跟1中各表的竞争。本党就是深蓝跟浅蓝的竞争。第二个就是的分歧我讲分歧可能精准一点第二个叫做鹰派跟鸽派。再回到小武跟你讲那个，请问本党50%到55%当选有几席？至少10席吧。对吧？也有，而且还很多是37席的区域，再怎么也找得出来。对嘛？那何况大部分是因为白挹注而当选。我大概平均看白的。大概我讲罗志祥跟阿苗这一区啦，大概白的票是，我认为6-4或7-3，投罗志祥还是多一些，就很补。我讲很补。那现在所以现在白怎么走？那都很多回到中间选民，也变成人出现了，人的特质那我这样讲白在立法院主导的节奏，黄国昌一人，可是，在大罢免的时候，白又是。可能是救命仙丹，对啊。那中间选民看你白，如果可是黄国昌又那么支持阿贝，会不会而退却？这个加减真的要做民调，我只能讲方向，我没有办法讲数字出来。所以接下来谁犯错的多，谁就罢免的多。那谁又经由工具而的作为
用民调作为工具，而整个施政走回正轨，我认为国民党想法是才会回到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步。国民党我觉得最危险是谁？绿的，我们分析一下绿。我们现在户口小一点就4席嘛，好，双五女生两个原住民委员，原住民最可能被罢，为什么？因为原住民的比例更高，绝对是70%以上。但原住民有蓝营的支持者本来就，因为你的6席是全部都可以投票，但你罢免全国串联，有点像小总统的选举，有很多的资源人啊。那高金素梅投多少，我们投多少，这2席是超危险。第一危险是原住民，第2危险是吴佩仪，第三危吴佩仪是因为当初是跟你同意，那主要是因为虞美人没选我就当选了嘛，那是因为白分掉了20几%，再来就是吴思瑶，然后再来是叶元之。我认为如果从那个区域立委来排序的话，那这个小小的举几个例，可是全面罢免，等到我们也呛瞎了嘛，我们秘书长说大家走得巧嘛啊，然后。如果他罢我们41，我们罢他38，变70几席在罢，包含原住民，那就全国再重新选80几席，解散国会算了，不可能，他们一定不会干这种不会用罢，我们不会中计，好不好？不会那么差，好不好？他不那个行政院长不重要，现在立法委员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每一席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个方向感出来哈，然后还是要商量一下。义父，现在你自己在盘点现在全国这些选区。蓝绿2大阵营，你觉得最可能怎么走？最可能怎么走啊？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一场罢免战没有选择不参与的权利。对，因为不管怎么样，罢免团体主要是因为国会啦，他们的理由违宪乱政啦，危害国家等等，而执政党就是民进党。民进党面对这样的样子说，危害国家怎么样那不干我的事，你们去罢免嘛。那会被反噬的。所知道的是，赖清德阵营里面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不参与，而是什么时间进场，跟什么方式进场。对，现在已经开始在研究了。那国民党呢？国民党里面就在看等第一阶段，其实他们也有标的人选啊，标的人选也会启动。但这里面当然，谁比较好罢免？当然一定是蓝营与绿营相对比较，蓝营的多数被罢免的可能性高过绿营，高过绿营。它有好几个地方第一阶段都已经完成了，我觉得第一阶段都没有问题。第一阶段遍体观1%都会过了，都会过哈。当然，先讲国民党，国民党就吴思瑶、吴佩仪嘛，然后考虑张宏陆用来平衡叶元之选区嘛，因为两边嘛，你总要搞蓝绿的，对，东西区。然后我觉得他们有在点名王定宇，我是觉得好吧，那你有报就罢吧。王定宇罢免的困难度那个选区也相对难，不要浪费力气，都比较好罢。然后另外是2个原住民是吴丽华跟陈莹嘛，一个平地，一个山地嘛，哈。那当然，平地与山地刚才讲过，那个选区是全国性的，全国性的哈。其实他们的公民数，比如说平地是21万多了哈，然后山地是22万多了，然后选了哈。那你看到的话，几乎都是2打1，2打1哈，因为陈莹面对的是黄仁跟郑天才2打1。然后吴丽华也是2打1，是卢宪一跟高金素梅2打1，那你要1打2很难啊。对啊，原住民几乎都是2打1啊，所以原住民也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嘛。虽然大家都说原住民很难罢，是全国性选区，我觉得不对哦。最好，因为各自他们都有他们的人马、地盘，他们都有他们的组织哦。其实要联署或是怎么样，不是不可能的哦。因为原住民哦，大家都有分区块，你是什么族，泰雅族啦、赛克巴、阿美族等等等等，他们都有他们的领域。所以他们会选择了吴思瑶、吴佩仪。吴思瑶主要是沙卡都嘛，吴佩仪主要也是沙卡都拿39点多嘛哈。那王定宇是被他们列为指标人物啦哈。有些指标人物不一定罢得成罢不成，我总要找几个指标人物嘛哈。那当然，
你说国民党哦，国民党其实有很多地区赢的票数都很惊险嘛，比如说涂全集是赢1200多票嘛，哈，那叶元之也赢的不多嘛，哈，3000多票嘛，哈，那各地方哦，当然里面我挑几个选区各有不同的成分的属性的选区，第一个徐小青是松信，好。基本上那个地区我们都说是蓝大于绿的一个选区了，好，绿的选区。但一个问题，徐巧芯的得票数里面是有白银的选票，白银的选票。那这些白银的选票已经出现萎缩状态，好，整体的萎缩状态。所以89727票，他在罢免的时候，他能吹出这个票数吗？我敢100%来打赌，吹不到，吹不到。许淑华是76100多票，两个人差了16000多票，好，差了13000多票，13000多票。那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次选举有61000多票没有投，61000多票没有投，好。如果扣除这两个人的票数，其他的票数未来走向，因为还有投给其他人零零星星的哈，那加起来有79000多票。OK， 就没有投给他们两个人有7万多票。那这7万多票到底会受什么影响？因为台北市是接受资讯最发达的地方，他们接受的讯息资讯是最快最发达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这7万多票，其中有多少人出来？有多少人会出来？那绿营一旦发动的时候，你能想象许淑华出来的票数一定会有一定的程度，你可能出来7成8成。那剩下的7万多票里面，79000多票到底有多少会出来？其实它是一个未知数哦，它是一个未知数哦。不要以为很稳哦，不要忘记徐小青的仇恨值几乎是全排名数1数2。而这一次的预算从0岁到100岁，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动到的。我常说选举哦是一条纵轴一条直轴，你要提出政见的时候，横轴叫年龄层，你几岁你要提出什么政策。纵轴叫做职业别，你要对什么职业提出什么政策，什么政策，什么政策。这一次横的看，哇，0到100岁都被你们碰到；直的看，哇，怎么这么多行业都跳出来？而且很多行业是本身不太愿意去碰政治的，因为不管影视人啊什么一大堆，他们出版社啦，他们基本上都不太想去碰政治。你们这次都可以惹毛了，厉害。可是如果你真的讲好，对徐小青的仇恨值一定比较高，但相对他在蓝营的支持度应该也会是比较高的，所以那一定是热战中的热战嘛。对啊。如果打大家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对，大家就看谁说穿了，搞不好到最后就看真的比谁的票数多了，没有投出来，谁愿意出来投啦？对啊，我就在讲，民进党的高层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未投票的人，如何让他们出来投票。他们也在思考这个。OK， 然后你从最近的群众运动就来抗议立法院那里面，黄义中说过，他走过去，那些年轻人几乎都不认识他。换言之，这些人是不关心政治，过去不关心政治、不看政论节目的人，站出来。那这里面我敢相信，里面有很多人根本2014年都没有投过票。好。那在另外叶元之哦，叶元之我就本选区的他的问题真的很大，一句带过就好了，也不要太伤害他了。好，他的问题很大，连很多地方上都在讲，我们现在是没立委的。我只能讲一句话，我们现在是没立委。就有人有这样的感受，对不对？对，因为你知道公庙嘛，我们常说公庙都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对啊。然后我就在我们公庙里面。碰到认识的叫进去喝茶，一堆人在那边讲，我们现在是没有立委的状态，所以叶元之自己去思考你的状况。再点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我就是要谈陈玉珍，陈玉珍当选票数是28846票，罢免他20%啊，25%的时候要31168票，所以他的罢免票比当选票多这么多，因为你要。他们的公民数是124669人，投票率36.46%，
他们两个主要的对手，一个是陈玉珍，一个是尚文凯。尚文凯是民众党提名哦，两个加起来的票数是42023，投票率只有36.46。换言之，要罢免他的票数是31168票，结果比他的当选票数还高，还多1万多。所以呢，国民党即使加1通过都不影响他，因为他本来的票数就要比他高哈。国民党即使加1通过都不影响他，因为他本来的票数就要比他高哈。但是不要忘记金门有多少人没投？我刚才说只投了4万多，他们有12万，7万9千多票没投。他既然连金门荣民的预算他都敢砍，政府会的他都要砍，对，然后得罪了一些文化人等等一堆。那这一个选区不要忘记，当初杨振武在选举的时候，连任县长的时候，陈玉珍真的有帮忙吗？你那时候自己内部也会有一些杨振武的体系对这一次的罢免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呢？OK， 好，他又是一个问号。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你说每个地区盘点未来蓝绿两大阵营是不是真的像国民党秘书长讲的，就是来啊，大家来硬碰硬，看谁多谁少。但阿淼刚讲这整个过程，黄章可以带着蓝白阵营往前走吗？傅昆萁总是大党的总召嘛，会做事的一直就是你黄章，感觉上就你把所有的声量决于一身。但是有一个状况，你有没有觉得黄章从以前，包括柯文哲那时候还记得在收押的时候，还不是收押哦，他只是在那时候要开庭在等的时候，看着摄影机讲是看着赖清德嘛？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黄国昌现在言必称赖清德，是他讲，而且前几天还有一段我听到他在媒体上直接，因为我们通常赖清德总统那是一个国家名气 ，OK， 你会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就是总统。但他那天是直接在镜头前面讲赖清德先生。那你有找黄国昌要辩论过，但显然他没有要跟你辩论，他就是要跟赖清德辩论，他就是要跟赖清德辩论。现在他所有言必称赖清德，是因为毕竟民众党2028有一张门票，他现在是民众党的代理主席，而未来2月份的那个选举，一般认为他当选党主席的几率很大，所以他是剑指2028吗？其实有这个政治哲学家讲过一句话，就是政治就是趋变敌我。这句话对于这个野心家特别适用，因为你只要趋变敌我，不断制造冲突，在冲突中你就可能拿到你的政治利益嘛。所以黄国昌现在领导他的党有2支旗子，一支旗是柯文哲，一支旗是赖清德。趋变敌我嘛，谁是我们？围绕在柯主席身边的就是我们。那我黄国昌就是柯主席身边的唯一指定传人。所以这个柯字旗啊，他是抓得很紧的。你看他们1月27号的时候要去北所举办小围炉，厉害了，小年夜一般大家是陪家人。但是呢，现在他们举办的是陪阿伯。那虽然这个阿伯在里面也没办法出来跟他们一起吃，但是他们就是要陪阿伯。你看这个叫做。有一种感觉上好像以对待自己爸爸妈妈的规格在对待阿北，因为阿北真正的小孩也还没有打算要回来跟他们一起围炉啊，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好像阿北的家人一样，这个是完全的就是把他自己跟柯文哲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这个是对内嘛。之前他宣布参选的时候我就讲过了，他宣布参选当天，他们党主席选举已经结束了。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有这种感受。那他言必称赖清德，我觉得倒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宣布2028怎样，只是言必称赖清德是树立敌人、趋变敌我的一个手段。你看他在立法院审预算一边开直播，然后呢，这个网友在讨论，他就说：“卓荣泰，你现在讲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的部会首长来我办公室说明了这些，难道就都不要了吗？就算了吗？”他的那个口气啊，我相信卓荣泰也没看他直播，也没在跟他对话，也不在这个直播聊天室，但是那个口气，这个校正
是叫给他的聊天室的观众听，说哇，你看黄国昌好厉害哦，都这样跟院长喊话，都跟总统喊话，好有勇气，好帅，好 man 哦，就是这个代表了我们。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法，一只手拿柯文哲的柯志奇，一只手打是拿赖清德，打赖清德这个大旗去凝聚他的支持者啦。因为他们现在最重要、最需要的就是凝聚。当然，你说他个人的政治的企图心。我相信是远比在座的人想的都高了。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个媒体人评论说过去时代力量曾经熟悉了解黄国昌的人曾经说过，他对自己原本的生涯规划是一届立委、一届县市首长、一届总统。所以你看他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等一下问亮君就知道了。亮君跟他更熟了，对，包括他怎么运用会议规则都很熟。看到各种画面亮君一定心有戚戚焉啦哈。但是你看他实际上从政一届立委顺利，但是后来变作是不敢选。那虔诚了一段时间之后，哇，现在王世坚曾经形容过，王世坚形容黄国昌是利用柯文哲的政党借尸还魂，就说过去已经退出政坛了，但是现在趁着这个党的空窗期进来，一举跃升为党主席的时候，他当然一定会想，他要把他的整个的 level 再提高。好，现在他已经是党主席了，所以他喊话的对象，他眼中唯一看得到的对象，就是民进党的主席兼总统赖清德。这个是他现在想要拉出的政治格局。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人不能不能自大才疏，不能够这个志向很高远但是实际上做的事情赶不上你的志向。他在立法院里面最赫赫有名的战绩，就是去年5月搞了一个违宪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那现在呢？接下来他的第二个在立院里面的战功，弄了宪法诉讼法，这会不会又违宪了？未定之天了。甚至他现在主导的，跟傅昆萁联手主导的这个3预算的大戏，有没有违反4至391号？这都是个问题哦。因为4至391号讲的是立法院可以合理删减预算。那他现在把预算弄得面目全非，还有没有符合4至391号和大法官意见书里面讲的预算统一性的问题？假设你这个都出问题，连续出过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想赖清德也可能真的不会接他的招了。因为他主打说超越蓝绿，结果他加入蓝绿里面的政治斗争之后，成为小蓝的一部分，还用了各种的违宪的手段去激化这个政治斗争。那这根本就一开始就彻底违背了柯文哲政党的品牌形象。柯文哲2014年拿85万票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是要推倒蓝绿的高墙。但是黄国昌现在的战术是，他成为蓝绿高墙的一部分，加入了成为蓝营的铜墙铁壁的一部分。那这个显然其实抵触了当初柯文哲崛起的时候意识形态了。亮君。聊聊你的老朋友。我觉得只能叹息了哈。这个要再讲他过去的事情，我只能讲当时为什么我会离开时代力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时代力量其实一直想要推总统候选人，所以迟迟无法在蔡英文总统跟韩国瑜之间做出选择。当时是这个状况，所以在内部就有激辩啊，就说啦，那如果要提出总统候选人，那是谁嘛？大家都想说那当然是黄国昌啊，黄国昌主席等等的。但是问题是，他就喜欢人家拱他。可是问题是我们这党内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嘛。那所以呢，后来我离开之后，在隔年我就看到有录音档流出。这个录音档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讲什么？他说他就在录音档里面讲说，如果站上总统辩论台是我站上去，蔡英文会差到什么程度？他是这样子讲的他在录音档里面是这样子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真的怀抱着雄心壮志，他真的想要挑战总统大位啦。那当然，在时代力量那个时候，或许他觉得那个时空背景，或者是当时党内大家意见分歧他出来可能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全党支持的状况底下。后来他没有，所以后来呢，他跟谁站在一起？后来他跟柯文哲就慢慢的越靠越近了。到了这个隔年的时候其实他在我上次提到，其实他在这个居住正义的场合里面，就跟柯文哲第一次同台。后来有开始密集的这些合作之后，黄国昌入党之后，
现在他开始准备接党主席了，大家讲说他接下来就是要挑战他的总统大梦了。那但是呢，他的总统大梦，他总不可能抱着民众党，你说在去年年初，民众党大概也拿到26%而已嘛。他如果想当总统，他一定要拿更多。所以接下来怎么办？他一定要跟别人合作。那这个别人是谁？他现在恨死民进党了，所以他当然去跟国民党合作。所以国民党一定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嘛，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在做的事，就是他也希望去争取一些浅蓝的选票，试图扩大他的基本盘嘛。这是他在就数学嘛，他在思考的事情。那所以呢，你看说过去，当然在这个县市首长选举的时候，几个蓝白示范区嘛，一个是新竹，那再来就是基隆，因为基隆大家知道说基隆的现在的基隆市副市长是邱佩玲，是台湾民众党的。那你在看说上一次罢梁的时候，其实民众党的态度就蛮明显的，他们就讲说，哦，这个罢免呢是这个绿色恐怖，所以我们大家人民应该要站出来反罢免，而且甚至当时呢，这个他们的立委张启凯啊、林国成都有去。那当时大家就讲说，为什么这个谢国良没缘没故的？结果后来这个政治现象爆发出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这个谢国良的家族也有给予柯文哲支持嘛，家族长辈有捐给柯文哲，而且后来还发现说，其实还有捐给台北市议员林珍宇，难怪林国成还要特别跑到基隆去这个林珍宇的爸爸要特别跑到基隆去帮这个谢国良车扫反罢免。就后来这个政治现象爆发出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这个谢国良的家族也有给予柯文哲支持嘛，家族长辈有捐给柯文哲，而且后来还发现说，其实还有捐给台北市议员林珍宇，难怪林国成还要特别跑到基隆去这个林珍宇的爸爸要特别跑到基隆去帮这个谢国良车扫反罢免。所以你看，民众党跟黄国昌他们在接下来黄国昌他希望挑战总统大位，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罢免行动，我想他们也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他们一定会帮国民党。我认为，因为这有两个好处啦第一个是当然他争取国民党的这些人的好感度嘛，就争取这个好感度。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万一真的被罢掉，他们推自己的候选人，有可能还可以有捡到一席区域，我不确定，但总而言之，现在他们可能有这两种可能性嘛。那试图让他这个关键的角色变得更为重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民众党在整个预算审查过程当中，看起来跟国民党沆瀣一气的状况底下，接下来在罢免也可以啦。这不用预测啦，大家都会知道说，我想民众党接下来就会跟国民党站在一起，然后进入这个反罢阶段，甚至还有可能跟着一起罢免绿委小平，你觉得未来黄昌如果真的当了党主席以后，柯文哲对他来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只是个神主牌吗？还是他真的会为了柯文哲的权益，会想尽办法去捍卫这一块？最近他在发言的过程的犀利，看不出来国民党有哪一个立院或是哪一个政治人物可以超越他。我一直讲，在COVID 疫情的那个时候，柯文哲俨然是非绿共主，打高端、骂小英，所有这些。现在有很多人讲说黄国昌俨然是非绿共主，连国民党的人声量，或者说在所有的用字遣词、生活发言直接针对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他。不要小看黄国昌，因为长久他现在有2点吃亏，不然他不会只有这么小。第一个，黄国昌如果变得温和而不是咆哮哥，我认为台湾还是个富而好的社会，稳定的中间选民还是很多，喜欢就吵来吵去很烦，我觉得那第二个呢，他的党不对，他党实在太小，他绝对不会跟蔡壁如一样去捍卫柯文哲的权益，他急得要不动声色把小草变小葱，这是第2点。第3点，他是一个志大而才疏的政治人物那他刚刚那个亮君讲上辩论台我劝他不要上辩论台，他上辩论台会吃亏50%，为什么？他讲话都重复讲好，继续讲他们讲2句，他一句话都讲2次讲好，再拉回来然后呢，他现在做一个什么？他当了主席，当然会梦想总统。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正常了。而且他们有总统门票，对，我可以选的，不管我选上选不上，害到谁帮到谁，这不重要。他现在的重点，他的志高一定放在反赖舵主，然后蚕食鲸吞老 K 的票，对。所以蓝白合贡献给黄国昌无限的养分，
你们的人有没有这个体会？没有，少数，只有像你我是少数之一，好不好？在节目讲了大概20遍哈。好，第二，请问你跟黄国昌合作，蓝白合，真的成功？过程我太反复，我不要讲，真的成功？请问两种黄国昌，你跟谁合作比较可能成功？第一个，你给他养分以后，他长大了变巨人，变北港6指4的黄国昌，比较好合作，还是一个咆哮哥营养不良的咆哮哥比较好合作？当然是营养不良的咆哮哥比较好合作。因为我举例说，民众党推的柯文哲在那个党里面哦，他是比党大哦。因为他的党拿了20%，他拿了26%，对不对？那个总统选举，然后我们推的叫做侯友宜，对不对？然后变成有点回到那种复制到2000年的选举哈，因为阿扁拿了40嘛，39等于4成，那时候那个张医生他们都还在帮忙，那时候的连送是60嘛，所以今天要让国民党输很简单，如果赖清德不长进，选举4成还是回到4成，就从2020到2028，那他如果他如果51的话，管你合不合我就碾压嘛，他如果还是4成。就他的还是很左的很毒那，他希不希望打一个433的战争？当然希望，他怕你们和嘛。那今天2024就变成一个就成功打了一个大概433的一个大概念嘛，出来他就赢了嘛。所以我们最大的变数是祸起萧墙，是你的6成你要拿绝大多数啊，你的6成拿的比例越接近中间的话，你就不会赢了嘛。这是个概念嘛。你们有没有可能跟民众党合作？就是黄国昌当副总统候选人，你们是总统候选人，不行，因为黄国昌的仇恨值太高。他如果是卢秀燕选叫卢昌配的话，会吓走很多中间选民。我们宁可给他其他的位置，也不可以给他副总统。选举是哈，我讲选举一定是跟办喜事一样，你知道，就是大家开心嘛。我讲白一点，你要找个开心的人选啦，要替卢秀燕加分的啦。那黄国昌来，然后。我觉得他不会加分呢。我黄国昌的个性啊，也不容易讨喜，而且黄国昌的程度要选总统的辩论啊，各方面我觉得还要加强。OK。就黄国昌的凶啊，这是一件小不好，大不好是我看不到黄国昌的方向感，黄国昌的意识形态到底他的定位在统独在哪里？这是我们要仔细观察的来看他。当然对全球来讲的话，一战是全球最关注的就是川普昨天正式就职美国总统。对。而他真的厉害，他就职以后马上就宣布退出气候变迁公约，然后退出 WHO， 然后呢，他大力的开采石油，然后他把美国一些基本的政策改掉了。第一个，大家知道美国在总统宣誓的时候手要按圣经，他不按。然后大家知道美国在一般国民才属地主义。你在美国出生，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到美国去生小孩？生下来以后，你的小孩就是美国人。他把这个也废掉。然后退出 WHO， 然后呢，他大力的开采石油，然后他把美国一些基本的政策改掉了。第一个，大家知道美国在总统宣誓的时候手要按圣经，他不按。然后大家知道美国在一般国民才属地主义，你在美国出生，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到美国去生小孩？生下来以后，你的小孩就是美国人。他把这个也废掉。对，他改了一堆东西哈。川普上去之后，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先讲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更伟大了啊？为什么呢？所以先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以后不再叫墨西哥湾了。所以以后美国的教科书没有墨西哥湾了。对，就叫美国湾啊，因为他现在觉得说那个明明就在美墨交界啊，为什么要叫你墨西哥？我都要你的人都不能来的跨过边界来我美国了，我还叫你墨西哥湾？等一下说整个美国都你墨西哥的不行，所以我要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而且改了一个北美最高峰哦，叫麦金利峰啊，其实已经被奥巴马改名叫做德纳利山啊，就是德纳利山，它是原住民的话了哈，就美国原住民的一些话，他们叫德纳利山，原本叫麦金利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美国总统的名字叫麦金利，而这个美国总统为什么取他名字呢？其实是有一个人发现这座山的人，为了嘲笑这个美国总统说你没有来过阿拉斯加，所以我就命名叫做麦金利峰，代表你有来过嘛。结果呢，川普直接把
麦金利峰又改回去了，因为奥巴马把它改成原住民的话，全部改回去。也就是说，他也对原住民说啊，这是我的美国的啊，不是你们原住民的。另外，国际上就更夸张了。第一个啊，就是 TikTok 的这个禁令。这个 TikTok 禁令因为被美国的大法院裁定说那个 TikTok 是违反国家安全，所以要裁定它不能在美国上市。后来他说他延长75天，我觉得他延长这75天有谈判的筹码了，要跟中国去谈判。我 TikTok 他生意人嘛。你 TikTok 要来我美国，那我美国的 S 也要进去啊，我的那个马斯克的 S 也要进到你中国啊，而且全部不要言论审查。这个是对的哦。如果说你 TikTok 要来美国，那为什么我的脸书、我的其他的Line、其他的进到你中国就要受你言论审查？这是不公平的贸易。我觉得是他要进行跟中国的这部分的贸易上面的谈判，因为未来这个所谓的社群平台其实才是最大的一个交易场合。所以如果被中国说你们都不准来，只有我中国的可以去你那边，这样子会影响全世界在网络上交易上面，不只是安全，而是这个贸易量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嘛。另外，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就是说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我要讲的说，这个川普也蛮厉害的，他一方面觉得说全球暖化是假议题，但是呢，他一方面又要去买格陵兰岛，因为格陵兰岛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说，全球暖化是真议题，北极海变成可以通行的时候，格陵兰岛才有那个利益嘛。所以他其实知道全球暖化是事实，但是我故意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故意要让全球暖化加速，那我的格陵兰岛就有它的战略意义了嘛？就不结冰了，对，就不结冰了。所以它是两面手法，一方面我退出气候协议，我大量的开采石油，大量的使用着所谓的天然气，这样子让全球暖化更为严重。那我买格陵兰，我的阿拉斯加就有它的战略意义了。另外，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一样。为什么是我美国出钱，你中国派秘书长？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是对的啊。不知道他要不要成立新的卫生组织？台湾的机会来了，台湾长久以来加入不了 WHO。如果川普成立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我相信有很多国家会改弦易辙。我不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干脆参加你美国成立的这个国际的卫生组织嘛。再来就是取消所谓的身份的属地主义。我们知道身份证有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在美国叫属地主义啊，就我一出生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但是他可能慢慢的要转回叫做属人主义。未来只有美国人的小孩才是美国人，你不能移居到美国，而且故意特别去美国生孩子之后取得美国的护照，这个都是他作为美国总统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中心主义，而川普更伟大的一种做法。在未来，在川普，你光看他上任第一天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些的变化。那这些可能只是个起手式，未来尤其他最关注的是，在美中之间到底还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变化性？尤其像卢比欧已经任命为国务卿，那非常的强烈的抗中派，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